地生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听我说，我刚才收到一个来历不明的简讯，叫我来这里见杰克。可是我一来到，就发现他已经死了。你是不是假扮Shadow Walker来处罚杰克？如果是我做的，我怎么会把车子跟人留在这里呢？不等被抓吗？那我们马上报警吧。不行，杰克是被 Shadow Walker 杀死的，他把我隐瞒，目的就是要嫁祸给我。如果能报警，就是中了他的圈套。那你到底要怎么做？我想反客为主，利用这个罪证把 Shadow Walker 引出来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做啊？这是一宗命案啊！雪清，你听我说。如果你要证明自己的清白，交给警方处理嘛。为什么你不相信我？仿佛上一秒心跳已无法前进，有一些挣扎，怎么都还要继续。黑夜渐渐逼近，却不留痕迹，吞噬每个身影和每一寸回忆。当黑夜找到了迷失的心灵，也许爱，也许恨，刺破了彼此生命，眼泪悄悄抗拒，却是那么透明，让人都看不清。但时间将揭晓所有谜底，揭开所有黑的心灵。为什么你会去到现场？我收到一封来历不明的简讯，告诉我到哪里可以见到杰克。我一时好奇，就过去了。你说谎。杰克身上有很多伤痕，是由气枪发出来的子弹射中的。你要用同样的方式来折磨他，为你妹妹报仇，对不对啊？3天前，我们怀疑杰克已经失踪了。你知不知道当时迪生在哪里啊？当天晚上我在他家里，不过他一整个晚上不见踪影。他有没有说他去了哪里？你就是在那个晚上把杰克捉了起来，对不对啊？不对，我当时是在跟一个朋友睡觉。谁啊？他叫张敬学，是一名律师。干嘛跑得这么急啊？你为什么陷害迪生？我只是想看他会不会去销毁证据，没想到这么不小心被警察给逮住了。这么快就知道消息了，应该是他告诉你的吧？我会去当他的时间证人。这么做太危险了，警方可能会查出我们和他的关系，然后就挖出7年前的事情。现在不是担心这个的时候，我要帮迪生洗脱嫌疑。就算你不去当他的时间证人，警方也没有证据控告他谋杀，所以你真的不需要这么急。我希望你搞清楚状况。我们当初的协议是要他重新加入我们，而不是去陷害他。哎，怎么样了？有人来帮那个写小说的作证，证明他当时不在现场。谁呀？一个叫做张敬轩的女律师，你认识她？他们是老朋友。老朋友，那她会不会是在帮那个写小说的洗脱嫌疑啊？他是律师，他怎么会这么做呢？目前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那个写小说的绑架了杰克。看来这次好像你误会了他。
我真的没想到笛声会隐瞒我这么多事。那天晚上，你真的跟敬璇在一起？我怕你会误会，所以瞒了这件事。你还有多少事在瞒着我？我已经看了那段录影，你妹妹被羞辱成这样，你会置之不理吗？没错，我是想过要教训杰克，但是我没有行动。难道你怀疑我是凶手吗？自从你妹妹被欺负后，你已经无法控制你的情绪，我感受到你的愤怒，那个恶魔又蠢蠢欲动了。笛声，我只希望你能对我坦白。我答应你，以后我一定会跟你解释所有的事情，好不好？为什么以后不能现在说吗？我们之间不应该是这样的。在你还没有说出真话之前，我们没有什么好谈的。这种脸是吵过架的脸，发生什么事啊？不要问，我不想说。是不是他欺负你？如果是，你说，我马上去教训他。为什么每次不高兴就去教训人呢？在你们的世界里，就有一种解决方式吗？我又没有得罪你，干嘛对我发火？对了，你还在查小赵的事吗？本来我想去找他谈谈的，可是这几天他没去上班，也不在家，突然没有了消息，好像失踪了。我已经把他的事告诉建峰了。哎，为什么你要跟他提小赵？你应该先问过我啊！那个神秘人是个危险人物，你这样单独行动，我很担心你呀。如果让警方插手，他们可能会将小赵当成嫌疑犯，到时候他肯定会认定是我们报警害他，更加不信任我们。那你说以后我怎么劝他回头？就算有建峰帮你，也未必能劝他自首啊！你不要这么固执了好吗？我真是给你气死！整天自作主张，以为自己是对的，才是越老越顽固。就我才能忍受你呀！没大没小，总有一天呢，我会被你气死。我死了之后就没有人管你，就开心了。张律师，你好，找我有事吗？不好意思，我需要跟你确认一些事，是关于笛声的。那天你真的跟他在一起吗？是啊，我的确跟他在一起。不过你放心，
他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。还有一件事，那天你说笛声不是个简单的人，那是什么意思？那天我状态不是很好，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真的是这样吗？其实两个相爱的人应该互相信任。我只是笛声的好朋友，都能100%信任他，你为什么做不到？如果你已经不再信任他，那我建议考虑一下，这段感情是否应该继续下去。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惊喜。站稳了啊，不然我们谈不下去。上一次，你把郑天瑞放在网上，让大家来判决他的生死。怎么？现在也想这样对我？自从我们解散后，你还是在暗中制裁罪犯。其实，你就是薛勒沃格。我只是名普通的法医。第一宗案件，从杨振业开始，当时他意图出海逃亡，可是却被你拦截了。杨振业，你杀了6个女生，认不认罪？我承认，是我杀了他们，都是我的错，对不起。你让杨振业饱受折磨，就像当时被害的女生一样，逼他认罪，最后把他放到车尾箱里，然后通知警方来抓他。我只是个普通人，怎么可能做得到这种事？接下来的就是催泪弹的案件。任务成功，已经引起大家的注意。做得好，我看到新闻了，你已经成功完成第1步计划。我在准备进行第2步计划。很好，我一定会帮你达成。你在背后帮他筹划一切，帮他拿到制作炸弹的材料，进行连环催泪弹的事件，目的是要制裁陈百胜，揭穿他医疗失误的过错。你被他们的兄妹情感动，帮刘晓静得到了合适的肾脏，进行了手术。我有没有说错？你用这个案件来引起我的注意，希望我会插手。没错，我的确因为同情泽邦中你的圈套，不过我没有后悔帮助他们。这么说来，谁比较像Shadow Walker？笛声，笛声。笛声，我之前一直质问你，不信任你，我真的不应该这样，对不起啊。我们好好谈好吗 ？Call me， 拜拜。我想你应该比我更早知道，
当年竞选被郑天瑞侵犯的事，你这么喜欢他，当然会不顾一切为了报复啊！进场，不要动！叫他放下枪。过后你在网上举行投票活动，让郑天瑞饱受恐惧，最后还把他阉割了。这段情节完完全全取自于你的小说《全民判决》，你把它搬到现实生活中重演一次，精彩。你帮竞选报仇，可是却让他以为是我做的，还对我增加好感。你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帮水星查了父亲案件的时候啊，你一定是暗中监视，跟着我们到罗金柱的家，趁我被打昏的时候，把我搬走。你想让警方怀疑我绑走罗金珠，事实上，你趁罗金珠跑去找儿子的时候，将他拐走。情节很精彩。应该也是从你小说中搬出来的吧？过后你逼罗金珠认罪，承认他是杀害邱刚正的凶手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我就怀疑你应该就是 Shadowwalker。你这么想帮邱刚正翻案，怎么看都应该是你比较像。你有没有想过？要是邱雪琴知道了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？迪瑶，怎么了？雪清，你不久前才来看过我，怎么又来啦？你最近的情况好不好？我习惯了啦，只是有点想念家里的枕头。啊，对了，有件事想问你，你在念大学的时候，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陈丽娜的女生啊？我认识啊，我跟她蛮好的。我还知道她跟你父亲的案件有关。那你知道她跟我爸没有私情的事吗？丽娜她出事之后，我有去她的宿舍帮她收拾东西。当时我找到了一台手机，还有一些账单跟礼物，证明了这些东西都是她自己买的，都是她自己幻想在跟你父亲谈恋爱。丽娜的朋友把这台手机带来给我们。陈先生是说，丽娜给自己发简讯，然后幻想是你爸发给她的情话。我也找到了她匿名开启的部落格，上面都是写着她跟你爸恋爱的过程，全部都是捏造的，还有一些他们的合照，都是电脑合成的照片。你哥当时已经知道这些事吗？知道啊，我在当时就告诉他了。其实上次在医院的时候啊，我跟你不是第一次见面。那你是什么时候见过我的？我在几年前就已经见过你了。我做了一件无可挽回的事，可是我不能说出来。不管那是什么事，都已经过去了。你既然已经知道我有个秘密，总有一天
一定会想知道这件事的。为什么要杀杰克？是你害死他的罪魁祸首。根本不需要杀死杰克。我没有杀他。我警告过你，最好及时收手。现在是你咎由自取。放手，李生，放手啊！丁卡，说过，不管怎么样都不能伤害人命。你居然杀了杰克！那只是一场意外啊！小赵，放！站住！你又干涉我干什么？刚才跟着那个男的，是不是想对他下手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问你，之前发生的树林猎杀案是不是跟你有关？你不要诬赖我！小赵，根本就没有世界末日，你不要这么愚昧去相信你爸的疯狂信念。我爸没有错啊！只要我们消除所有人的罪恶，才能拯救这个世界。原来你一点都没有改变，还是这么极端。我问你，你假装改过自新，是不是要隐瞒这2宗命案？是不是？那2个人是不是你杀的？是谁教唆你这么做的？我去自首吧。你以前害了我爸，现在又要害我，你果然是个假仁假义的混账啊！自从迪奥的事情发生之后，我们就一直留意 Jacob 的动向。你们想对他下手？不是的，我们认为你会对付 Jacob， 来帮迪奥出头。结果，你真的把他抓走了。喂，你想怎么样？喂，不要！你想怎么样？不要！我求求你，不要！害死我！他怎么变得这么软弱？根本不是以前的敌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还是可以控制情绪，他的意志力变强了。意志力变强了也没有用，这不是我想要的。喂，你要去哪里呀？留下来也无济于事了。不要杀我，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总之不要杀我。听我说，我要你到警局自首，招认所有的罪行。如果半句假话，我还是会找到你的。听到没有 ？OK， 我去自首，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，我会承认我所有的错。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警察局就在前面。3分钟后你去自首，记住，不用想逃，我知道怎么找到你。不会的，我会照你话去做。
你信错了，杰克，以为他真的会去认罪，其实他只在警局里逗留一会儿，过后就离开了。既然你不忍心对付杰克，我只好代劳。然后嫁祸给我。真的不是这样的。我们只是想逼 Jacob 交出罪证，然后交给警方处理。可是没想到，却突然出事了。停车！停车！这个，不要再装了，听到我讲话吗？喂，杰克，你怎么了？杰克，喂，喂，杰克。那真的只是一场意外。那杰克是怎么死的？尸体解剖后，证明是对麻醉药产生过敏，突发性死亡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查。杀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也没有。迪生，我们真的没有必要隐瞒你。你把尸体留在停车场，然后叫我去现场，目的不是要陷害我吗？我只是希望你回去销毁证据，这样你就没有退路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希望你能够醒悟过来，重新回来带领我们，成为真正的Shadow Walker。我们只是希望你能重新找到自己。为什么到现在你们都不相信我已经改变了？为什么？怎么样？他叫王友仁，是这家公司的经理。他有个小侄儿，叫做小钟，在4年前跟赵克己打算一起跳楼自杀。末日降临，惊喜罪恶，挽救世人。这个王友仁很可能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。那他有没有做过什么坏事？没有犯罪记录，不过在2年前牵扯一宗钱财纠纷的官司。大家都怀疑他骗了老婆的保险金。他应该是犯了贪婪罪，肯定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。王友仁到现在还没上班，我们也联络不上他。他很可能已经被杀了。为什么这么肯定？不久前，我看到小赵在跟踪一个男人，很可能就是这个王友仁。你见到赵克己，为什么不通知我们呢？本来我是有机会抓住他的，可是到最后，我还是忍不下心。总之是我的错。你不要担心，可能他到现在还没有时间去对付那个王友仁，而且我们已经派人去找赵克己了。不过，如果你知道他的消息，一定要通知我们。 7年前，你是个充满热忱、性格坚定的人。是你告诉我，人生只有一次，不能白白过活。没有人像我这样，这么坚信你所说的理念。那时我跟着你在暗中伸张正义，这是多么崇高的使命！是你让我知道为什么要活下去。可是你却否定了我们所做的一切。 你根本就是背叛了我们。那时候，
我们根本不知道在做什么，只会伤害无辜的人。那你有想过我们的感受吗？解散之后，我的人生跌到了谷底，生活失去了方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活下来，是你夺走了我的希望。那时我一心只想着摆脱过去的一切，真的没想到这件事对你们造成这么大的冲击。真的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要证明你是错的。所以我一直在进行一系列的行动，扮演你小说的情节，以 Shadow Walker 这个身份在暗中执行正义，目的是要引起你的注意，也要让你看清楚自己真正在想什么。我知道你还没放弃，你只是被蒙蔽了。我明白你们的心意，是。都白费心机了，不管你们怎么做，都不会影响我的。你真的是这么想吗？还是因为邱雪清？我要你们马上停止这所有的一切。如果不能，要是你妹妹和邱雪清知道了所有的事情，你说会有什么后果？当我看到你对付 Jacob 的时候，我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，像看到以前的笛声。你不要欺骗你自己了，回到我们身边，像以前那样好不好？我知道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把钱还给我老婆的。你放了我吧，放了我，放了，不要，不要，求求你，不要！还不动手？你放过我吧，不要，不要，我一定把钱还给我老婆的，不要，不要！你在干嘛？还不快杀了他！办不到。站住！怎么可以临阵退缩？马上给我完成任务！我受够了，不要逼我！是不是又被邱雪清影响了？根本就不关他的事，是我自己要退出任务的。爸，你自己完成使命吧。使命是一辈子的，怎么可以说退出就退出呢？我不管。总之，你不要再来缠着我。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马上杀了他！你觉得他会改变主意吗？刚才他已经很明显的动摇了，只是需要一点时间考虑。在邱雪清和我们之间，他会选择我们吗？这还不简单。你想把真相告诉雪清？只有断他后路，他才会心甘情愿的回来。可是这样做，他也不一定会回来的。我们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，绝对不能允许失败。我会想尽一切办法，让他回来。怎么了？
你应该知道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。我当然知道。那你为什么要帮我？因为我知道，无论我做什么，你这辈子都不会爱上我。我现在只想让你开心。好了，不要再给我希望了。那道歉的话我不说了。我一听到你的留言，就马上过来了。我只想听真话，否则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好，关于杰克的事，没错，我的确隐瞒你了。当天晚上，我绑了杰克，然后把他关在仓库里，逼他承认所有的罪行。我要他去自首，他也答应了。我是亲眼看着他走进警察局，然后我就走了。雪晴，我真的不是凶手，相信我好吗？你的所作所为根本像是 shadow work。我这一次是因为小姚被欺负，我才会这么失控，做出这样的事。我现在真的是后悔了。你到底还有多少事情在瞒着我？你等我查出真正的 shadow work， 我就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你，不会有一丝。你是不是跟我爸的案件有关？为什么你这么问？我已经知道迪瑶和丽娜是好朋友，我早就知道我爸和丽娜没有私情，为什么不能直接告诉我？我不是有意要隐瞒你的。你早就知道丽娜有妄想症，却通过她的父亲来告诉我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7年前，是不是查过我爸的案件？你到现在还不肯说出真相是吗？好，你走。水晶，好，我告诉你真相。Dr. Snow， 你快来救我！我不想杀人了，可是如果我不杀人，我会被杀。Dr. Snow， 我求求你，你快来救我！我求求你了！没有人可以救得了你，爸，你真的要杀了我？柯基，真的令我太失望了。爸，你杀了我之后，就不要再做任务了，趁还有时间，赶快逃走，不然你会被邱刚一抓到的。住口！
对不起，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好，你帮我完成最后一个任务，以后我们各走各路，我不会再逼你。你肯放过我？打给邱刚毅，叫他来这里。喂，小赵，你在哪里？有人要杀我，你快来救我啊！你冷静点，告诉我你在哪里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知道。别紧张，现在马上把位置传给我。哦。我收到了。那时我认定你父亲是凶手，就把他跟丽娜有事情的证据放到网上。后来也把汤荣耀拍的影片上播出去。对不起。我知道那时的想法很偏激，也因为丽娜跟小姚是好朋友，是我一心想揭发你父亲的罪行。可是，我现在终于明白，原来我害死了一个这么可敬的人。就因为那些传闻和证据，让全世界认定我爸是凶手。这些年啊，我都因为这件事情抱着悔恨，一直想弥补自己的过错。那时我在教堂见到你，我真的很想跟你道歉，我真的很想跟你道歉，可是我就是没有勇气面对你们。所以你帮我查出真相，以为这样可以挽回过错。我知道这样是不够的，我真的愿意做任何事情来赎罪。你接近我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是什么人？小青，你听我说。你放开我！听我说，小青，对不起，小青，对不起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。亲爱的你归西，我已不认识你，站在面前却疏离，遥不可及，眼睛嘴巴是你，声音动作也像你，可惜心却换了心，隐藏得很用力，生活像一个监狱，关系像一种苦行。最初那些美丽，怎么变得面目狰狞？两个伤了爱情的罪犯，毁掉对方疼爱自己的模样。谁绑架谁的梦想，谁偷走谁的喜欢？这荒唐竞技场，爱逃到多远的地方？伤了爱情的罪犯，烧掉对方幸福快乐的天堂。放肆应该怎么放过团友？